身在海外的第一代华人妈妈，几乎都在孩子小时候思考过这两个问题：要不要让孩子上中文学校？要不要让孩子学钢琴？我作为北卡三角区的居民，这些年从身边的情况观察下来，大多数华人孩子都上过中文学校，大多数孩子也学过钢琴或小提琴，这两者几乎成了养孩子的初始标配。今天我就来聊一聊我对孩子学中文和学钢琴的看法。我之所以要把这两件事拿来一起说，是因为学中文和学钢琴有很多相同之处，他们都需要孩子从很小就开始学，以达到更好的效果。他们都需要很强大的持之以恒的精神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都需要家长的深度参与。他们与其他兴趣班或体育活动不一样，家长不仅仅是做司机，他们需要家长在家里承担督促和陪读陪练的职责，这非常考验家长自己的耐心和决心。所以我认为这两件事对亲子关系的考验要远大于其他兴趣课，尤其是孩子在起步阶段时，做中文作业和练琴对绝大部分孩子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玩的事。家长要引导孩子养成好的学习习惯，与孩子的天性做对抗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哪个家长没有经历过鸡飞狗跳，孩子就学有所成，我是很难相信的。如果有哪位家长说，我们家孩子学这些学得很好，而且家里岁月静好，那大概率是其他家庭成员负重前行了。先来说说学中文这件事，孩子的中文熟练程度往往跟家庭结构很有关系。家里有爷爷奶奶的，中文底子都还可以，但孩子的乡音可能会很明显。我孩子中文学校班上的同学，天南海北各种口音，我都震惊了。如果是混血儿，除非父母里华人的那一方特别强势，否则几乎不用指望孩子讲中文了。如果家里父母都是华人，中文程度往往跟父母对中文的重视程度成正比。有些父母从小刻意给孩子看中文书、中文电视，有一定的底子，但孩子一旦开始上学说英文，在家里说英文就势不可挡了。很多家庭的情况是，孩子听得懂中文，但不愿意说。尤其家里有多个孩子的话，基本上可以肯定，孩子之间只用英文交流。我们家的情况就是这样，父母对孩子说中文，孩子对父母说英文，各说各的，互相都能听得懂，因此交流起来倒也没什么大的障碍，就像我们小时候父母说方言，孩子说普通话一样。但是孩子跟国内的亲戚交流起来就会有点困难。我看网上有些家长的做法是规定孩子必须在家里说中文，我个人觉得这就有点太强硬了。我身边也没见过能长期坚持这样做的家长。事实上，华人家长更多是把中文作为一项外语技能，希望孩子掌握。一来不浪费家庭环境的先天优势，反正在美国迟早也要学一门外语的；二来是更好的与父母亲人交流。退一万步，将来父母老了，即使脑子糊涂讲不了英文了，孩子还能听懂父母说什么。三来也有利于在孩子心中建立一种身份认同。为了进一步提高孩子的中文读写能力，也让孩子能感受中文学习的氛围，许多家长就把孩子送去中文学校学习。中文学校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课后班性质的，学校放学后由中文学校的校车来接，或者家长自己接送，每天傍晚上一点课，做一点作业。这种形式家长的责任小一些，但孩子在这个黄金时间段就不能安排别的兴趣班了，家长要做好取舍。另一种是周末中文学校，一般安排在周六上午，上课就基本以讲课为主，平时复习巩固和做作业就要靠家长在家帮助和督促。以我孩子上的周末中文学校为例，大部分华人孩子学习马丽萍中文教材，这个教材的特点是直接教认字，识字量大，阅读量大，到3年级才学拼音。每周学习一篇课文，
另有3到4篇课后阅读。这个阅读量绝对不比国内小学生的语文课要求少。教材有配套的练习册，上面有抄写作业，还有造句题、理解题等，还要求剪下练习册上的字卡练习拼句子。教材另附赠一套字卡，用于认读生字。同时还有网上作业，以做游戏的形式巩固字词，每周有4次。最要命的是学校自己增加的要求，每位学生每周都要把课文和所有课后阅读进行录音，发到班级微信群中，由家长们每周轮流听评。毕竟只靠周末2堂课学中文肯定是不够的，家长自己要在家带孩子巩固课文，确保认读正确、发音标准，录音时朗读顺畅，网上作业没有遗漏，书面作业字迹端正，需要默写的字词提前在家默写1-2遍，工作量着实不小。如果同时有2到3个孩子在学习中文，并且对学习的质量有一定要求，那家长真的很酸爽。我2个孩子这些年学中文，在班上都算学得不错的，我非常能体会到孩子和大人付出的艰辛。尤其到了5年级，马丽萍教材1整年全部在学《西游记》，每周课文都特别长，字词也复杂很多。虽然故事经过了改编简化，但难度还是比较大的。而且学习《西游记》有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喜欢那些斩妖除魔、打打杀杀的故事。如果孩子从小喜欢孙悟空，学起来兴趣就会大些；若小时候从来没接触过的话，兴趣就会小很多。尤其对女孩子来说，《西游记》的吸引力没那么大，导致越学到后面，男生反而更能坚持，甚至有某些班级女生都不剩几个了。我孩子学习中文这些年，学生们进进出出，中途放弃的有一些，坚持的也不少。在我们微课郡，如果能考过汉语水平考试3级，就能申请高中外语免修。这个3级是比较容易达到的，通常在中文学校坚持到6、7年级的学生会直接考4级。中文学得特别好的，到高中还可以考 AP 中文。以前在华人论坛上看到一种论调，觉得 AP 中文很容易，考5分没什么稀罕的。我自己在经历了这些年陪孩子学中文之后，我想向所有 AP 中文考5分的孩子竖大拇指。即使有家庭环境的先天优势，能坚持学中文到这种程度并不容易，真的很了不起。我也充分理解选择不上中文学校的家长，确实上中文学校给孩子增加了挺大一份学习负担。中文学校有个国内学校的特点，就是比较严厉。像我孩子的那所学校，如果孩子成绩不行，会要求参加补习班，不然就会留级，所以家长想马虎敷衍都不行。孩子如果对中文学习不感兴趣，硬逼着学，难免鸡飞狗跳，损伤亲子关系。这一点就跟学钢琴、小提琴很像。学这些乐器，每天都要练习，这非常考验孩子和家长的耐心和意志力。跟学中文一样，光靠老师每周上1-2堂课肯定是不行的，在家就全靠家长督促。比如我孩子的钢琴老师，明确要求家长共同承担责任。尤其是头几年，家长肯定要帮助引导孩子建立好的学习习惯。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鸡飞狗跳的时候，哪怕家长只是本着学着玩的目的，不追求孩子比赛或考级，但只要想取得进步，就需要孩子坚持练习。而懒是人的天性，尤其是像学中文、学钢琴这种需要专注力和耗费大量脑力的活动，孩子难免会产生抗拒。其实很多家长让小孩学钢琴，只是本着给小孩找点事情干的心态，想着别人都在学，多少能开发智力，培养定力，学点乐理知识，顺便陶冶情操，并不指望孩子音乐上取得多大成就。但孩子若在小时候取得一点点阶段性小成就的话，家长就会舍不得放弃。我觉得如果硬推孩子学琴会导致亲子关系损伤，家庭氛围变差的话，放弃也是明智的选择。认识一位女博士，
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碰钢琴。在他初中的时候，有次他不肯练琴，他爸就搬起座椅砸坏了钢琴，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我觉得搞到这种地步，属实没必要继续下去了。不弹钢琴，地球照样转。我的态度是，如果我孩子说不愿意学下去了，那就不学了。但只要还在学着，就该达到最基本的练习要求。绝大部分人迟早是要放弃的，人的精力有限，还有那么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要做，吊死在钢琴上不值得。孩子如果真要一门心思专攻钢琴了，华人家长也会担心，将来孩子会不会养不活自己，不如学好数理化，生活更有保障。我身边也见到有2项都不学的孩子，亲子关系看上去特别好。我觉得在大流中选择什么都不学也是一种勇敢。我有时候也会想，如果我的孩子既不上中文学校，又不用学钢琴，那生活该多么轻松啊！孩子轻松，家长也轻松。可也会担心，开始底线就放太低的话，将来收不住，孩子会不会更容易沉迷于电子游戏？那么你认为华人孩子学中文和钢琴是否有必要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